早上送过灯，对呀，你昨天应该是昨天晚上送的，应该是昨天晚上送的，昨天晚上12点凌晨的时候送的吧，应该是。欢迎24笔画。我觉得我现在怎么越开越晚了？以前最开始好歹也是10点半开始开，后来又12点40，后来12点50，怎么今天快11点才开？真的是，大概今天早上，好吧，也叫今天早上，叫今天凌晨，也叫今天早上，今天凌晨的时候，欢迎可乐鸡翅，欢迎春头扛把子。得不到的就更加爱。欢迎小七，这点还化啥妆？其实我今天化妆化的很早，是因为我刚刚一直在挂号，我刚刚在挂那个我不是要准备去拔牙吗？我拔智齿，然后我就准备挂号。我本身准备挂的是周天的号，就是今天不是周五吗？明天后天去拔智齿的号，结果我卷了一个头发。结果号就挂没了，我笑死我。然后我又在那搜，我要搜哪个医生拔牙不痛，然后在那搜了半天，然后才把号挂了，然后我才发现怎么一下都要11点了，赶紧开播。谢谢 David 的灯牌，欢迎小琪，欢迎猫猫子。然后周天的号就没挂到，然后周天号没挂到，就挂的是周一的号。欢迎自流，晚上好呀自流。欢迎奇妙老师，晚上好呀，奇妙老师。我终于要去拔牙了，我好害怕啊！我感觉我现在一想到拔牙，我手都会出汗，我紧张死了，我真的很害怕。但是我觉得早死晚死，不如早点解决这个事情。所以说我就想的是快一点，所以我现在挂了一个周一的号，周一之后。我可能如果脸肿得很厉害的话，可能就播不了了，因为我看小红书他们说我都拔了好几颗，因为我看他们小红书说拔了牙之后嘴都张不开，医生要是说让少说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肯定就不能直播了。我只拔了一颗，上一次拔智齿拔了一颗，给我拔出阴影来了，因为太痛了。我觉得是医生的技术问题，就拔一颗。你知道，拔上面那颗智齿一般就是长歪，也是下面智齿长歪，上面都是正常的。我就拔上面那颗智齿，打了2针麻药，而且硬生生给我拔下来，我痛晕了。而且我下面的智齿是那种，反正就是。叫什么阻生齿还是什么，就反正就是歪的，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得那个啥一点，已经没拔，我拔了我还能直播呀。如果拔了还能直播的话，那可真是太厉害了。对呀，肯定会肿，所以说我可能肿了多长时间，我拔上面那颗没肿，因为上面那颗不用开刀嘛，我下面那颗是横着的。那个医生当时就说要开刀，我当时就没有拔，就是下面那颗就是要，对，你的也是呢，我准备拔这边的，因为我这边上面拔，我准备拔下面这颗，等我这边好了之后我再拔这边我就上下一起拔了。我周一去，然后我周一去了之后，可能横着的我露头了，横着的露头了。所以说我不知道好不好拔，但是医生说会缝针，所以说我想肯定如果肿的话，因为我看小红书上很多人说开不了嘴，就是拔了当天很痛，痛了张不开嘴，然后我本来还想的是我拔完牙那一天如果不是特别肿的话，我那天还可以直播，如果是张不开嘴的话那就算了。然后看如果周一拔的话，我可能如果是后面周2、周3肿得很厉害的话，我可能就得播不了，就可能周1、周2、周3可能看看后面会不会消肿，反正消肿了我就开播。如果肿得太厉害的话，我就只能先不播了。到时候你们要续灯牌的话，就看看有没有。之前小七不是说有一个什么办法可以续灯牌吗？就是那个什么小程序上可以续灯牌嘛，大家到时候去那儿续一下灯牌就好。或者是到时候我看吧，我能不能说话？要是能说话，我也可以开一下。到时候我开瘦脸，我只开这边瘦脸，这边瘦脸拿100%。会议麻药还得劲儿 ，AI 可以续，因为我的 AI 不知道能不能续，因为他们说我的 AI 好像不能续。对呀，他们说麻药很痛，所以说我不知道那天能不能张开嘴。
但是他们又说第2天、第3天会很肿，所以我不知道，到时候看看我的状态吧。就是，哎，反正拖了这么久也该去了，挺不下来就打碎了。我不知道，我现在很害怕，我真的很害怕拔牙，因为我觉得拔牙好痛啊。我觉得拔牙，拔过2次有经验了，我只拔过1次，上次拔牙还给我拔出阴影来了，没招了。但是这一次还是要去了。谢谢鱼酱灯牌。所以说我就周一的时候，周一可能后面的话，到时候群里面给大家说，到时候群里面给大家说我拍了牙片，但是拍了牙片，我这次不在同一个医院，可能要重新拍个牙片，我觉得是。所以说到时候如果我拔了的话，播不了的话，我可能就到时候给大家说一声，就是给大家说一声，大家就自己续一下灯牌。真的，我就怕肿得太厉害，而且我今天不是周5吗？周6，下周6的时候还有一个小活动呢。下周6还有一个林渊的 Only 漫展在成都，到时候还得去一趟。我怕我晚一点去，就到时候脸肿得太厉害，应该不至于肿1周吧。所以说我想早点，我本来想挂周天的号，结果没挂到。拔3颗经验丰富，等我拔这边，我这边就一起拔了，我再也不会分开拔了，太痛苦了。欢迎白白，我们可以点点赞哦。拆线了再说，没关系，我觉得只要我不疼了就好，只要它不流血不疼了就好。我觉得因为要1周才拆线，差不多我感觉可能5、6天可能就差不多了，4、5天可能就差不多了，我猜。很害怕的就说媳妇牙医耳濡目染的血，疼和肿是一定的，就没有那种不疼和不肿的吗？就是我能接受它麻药过后的疼，我不接受它拔的时候就很疼，你知道吧？我不接受拔的时候就很疼，我能接受麻药过后疼，因为我觉得拔的时候很疼，真的很痛。我就在想我要带一个什么捏去，到时候很痛的话我就捏。谢谢弟弟的灯牌，忙不过来，根本拍不过来。咋的，白白你还在深圳啊？7天内拆线就好了，希望他不要让我非常痛苦吧，就是说。欢迎恋哥，要不2颗一起拔？不要2颗，我就准备2颗一起拔了。我准备这边就2颗一起拔。我之前拔这边的时候，医生有问我要不要2颗一起拔，但是我当时说，我说因为它上面给我拔太痛了，我受不了了，我就没有一起拔。但是我觉得我不想再拔2次了，就是一下疼完算了，我不想受这个苦了，每拔1次就会疼1次，真的很痛苦。所以我想等我拔这边的时候上下一起拔了，因为这边还剩1颗，我就先拔这边的。拔牙就这么整的，真的很恼火啊！怎么会要长智齿这个东西呢？只要他技术好是，对呀，我上次找的那个女医生，我就是随便挂了一个号，因为我就头1天挂号的，我头1天还是2天挂号，我就看谁有号就挂谁。结果来了个女医生，拔倒是拔挺快的，就是把我拔得很痛啊。他拔第1次麻药可能没起效，给我拔，我躺着给我拔坐起来了。我说医生让我缓一下，然后后来他看我太痛了，他又给我打了1针麻药，结果又生拔下来了，但是还是好痛，给我拔出阴影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一定和技术有关系，我感觉哈。谢谢二哥的灯牌。找蓝大夫，我这次就挂的是男生，欢迎泼默默。我这次就挂的是男生的，而且我这次我感觉应该还好。负伤了，为什么负伤了？二哥，欢迎潮晴，欢迎青铜龙，欢迎呆呆，晚上好呀。技术不够的话，力气也不够。对啊，我上次反正拔得很痛，我准备。我肯定到时候，因为我挂的是早上的号，我到时候早上吃饱一点。哎，我肯定很紧张，拔牙的时候肯定会很紧张的，因为我现在想想我就害怕。刚缝完针回来，二哥你咋了？为什么缝针啊？
二哥你怎么了？手指缝了3针，你手咋了？欢迎老猫，很有关系，很考验经验。谢谢老猫灯牌。所以说我说我这次，我希望这次能够让我舒适一点的拔，至少拔的时候不要让我太痛苦。它可以麻药过后了疼，但是我不接受拔的时候就很疼。如果根管治疗啥的就无所谓了，反正希望能够顺利吧。给安排个超牛逼的女学霸，上海，谁拔牙不应该就附近拔吗？跑那么远去拔，而且我觉得拔牙好贵。欢迎果然如此。我们可以点赞哦，欢迎爱上层楼。没必要跑那么远吧。那如果自由你拔牙的话，你找你媳妇儿吧。你媳妇儿如果对你有什么怨言，她会不会通过拔牙让你就是把怨给发出来，让你拔牙的时候痛一下？欢迎鱼鱼，摇摇晃，欢迎桃子。我们可以点赞哦，欢迎秋一个秋一个雪。所以说到时候会给你们，到时候我明天后天的时候再跟你们说。我到时候周一晚上我稍微播晚一点吧，到时候等你们把周一的灯牌都续了，然后续个能够混个时长啥的。然后因为可能周一就不播了，所以我周天晚上可能会播晚一点点。各个超级学霸，我觉得不管是哪儿，反正是学医的都很学霸，好吗？我感觉这种大医院的医生都是学霸，应该不拔不管拔，都是直接狼牙棒敲碎的吧？应该还好，我觉得男生女生如果是拔牙的话，应该都会拔，只是说可能女生的劲儿会小一点。欢迎成都小吃货。专科都可以学医，那肯定不一样啊！你现在很多医院专科都不要的好吗？专科是大学专科，就是大学你学的那个专的，就那个专业的专科医生嘛，不是那个专科吧？不是那种中专大专的那种专科吧？现在那种中专大专只能当个护士吧，我感觉。那容易守寡呀！谢谢天空之城的灯牌，我们可以点赞哦，欢迎。放学经验，我觉得应该也是看经验的。欢迎4935，我们可以点赞哦。如果大家要续灯牌，可以续灯牌哦。要续灯牌的可以续一个灯牌哦。真的可以学医，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如果是大专的话，应该去不了那种医院吧。我一个好龟龟，他也是学医的，他就是一直在考试，找他也很恼火，而且他现在都只是那种，他现在还在规培。欢迎花心，欢迎一颗栗子。反正我觉得学医的一般就像他就是你得一直考，就考完研考博，就反正一直考这考那儿的，反正会一直考试，我觉得。我们看今天有哪些好朋友在？哇塞，今天依旧如此多的人。我们可以点赞哦，肯定进不了，偏远我不知道哦，反正我觉得现在学校，不管是学校还是医院，都要求很高，就学历要求很高，现在学校要求也很高了。欢迎大班长。现在你去学校当老师，基本上都是研究生起步了，感觉。欢迎阿简，都不像以前有个教资就能去了。现在就很看学历。
们可以点点赞哦，可以点点赞哦。哒哒哒哒哒哒。欢迎青青河畔。回程的一趟车停运了。对哦，鱼子酱，你们今天不是去那个了吗？你们今天不是去那个 BW 了吗？今天成都下了一个超级大暴雨，我感觉估计北方应该也有超级大暴雨吧。今天的妆造，今天就我自己。哇塞，自由续了个会员吗？谢谢自由的会员。今天的妆造，今天上海大晴天，哎，今天上海大晴天吗？我以为今天因为不是受台风影响，我以为会那个，我以为会那个什么，就是我以为会就是下雨什么的呢。热的汗透了，我以为会下雨，今天成都倒是下了大暴雨。欢迎春野，谢谢自由灯牌，哦呸，谢谢自由的会员。自由有没有什么想看的小舞蹈？对呀，今天大晴天，就是说了，我也想说，不是台风登陆吗？怎么是大晴天呢？昨天看到你开播了，在车上，就是进不来直播间，没关系，我就说昨天怎么没看到鱼子酱呢？原来昨天在车上，谁也看不了。台风把雨云都抽走，就是说哟，对准了温州，明晚登陆。那上海没有影响嘛？消息也发不出去。欢迎明年8岁。噔噔，我们可以点点赞哦。明天后天都有雨，没关系。今天你去了一天，已经享受了一天没有雨的时候了，已经很不错了。正常来说应该会有影响，我也想说应该会有影响吧。刚刚吃了个夜宵，洗浴的自助。欢迎天空之城夜宵，那很好了，那你要狠狠吃回来了。嘎嘎下了一天，我们今天也是，今天中午下了一个很大的暴风雨。但是下午就没有下了，就下了那么一会儿就没下了。欢迎昙花一瞬，全程瑟瑟发抖。就是说了，其实这种还是有影响的。欢迎二哥。今天看能不能再点亮一个展馆，虽然说我们已经能够保级了，但还是想看能不能今天也点亮一个战馆。小七的飞机给他改签了，小七哦，那改到什么时候了？真的，是不是因为台风的原因？上海这次平台直接改的提前了哦，提前了那没事，要是推后了那就完蛋了。每次台风要在上海登陆就拐弯，那上海也是有什么保佑的，是不是？也是有屏障了，那确实有屏障了。换高铁来的哦，难怪。那你今天你们遇见了吗？不是小七他也去 BW 的吗？那你们今天有没有遇到一起？冲着安徽去了，温州登陆，安徽。11号来他哦，原来如此。他估计就去一天，因为他只是想看子莹，因为子莹只去一天。明天还是你自己，好玩吗？我就是看他们说人特别多，没有票。他们说特别多人，我夏天就不太喜欢去人多的地方，太挤了，又热又挤。对呀，英姐去 BW 了呀。不然小七去什么 BW？ 昨天他不是还在说吗？就因为子英去 BW， 所以他才去的。他就是想看子英一眼，不然他也不会去 BW。谢谢自流的5个比心，谢谢自流，谢谢自流的5个比心，谢谢点亮我的展馆，又点亮一颗，谢谢自流点亮的展馆。就是有点暑了，对呀，又热又闷，然后人又多的话，
将军对，将军也在 BW， 他们都在 BW， 所以我觉得不太喜欢那种人又多又挤的地方。谢谢自流的点亮的斩果，谢谢你的会员，谢谢你点亮的比心，谢谢别人的比心。你要有没有什么想看的小舞蹈？我多一模一样的妆造，什么我都哦，你都没认出他来，你啊？因为将军去他之前我们录舞的时候说了，他说了他说他去出 cos， 你想想，其实出 cos 和平常的妆其实是区别很大的，我都有很大的区别，更别说他们是专业的 coser 了。将军他是好像是展台的 coser， 好像是，反正他跟子英都会去的。谢谢我们的点赞。打个招呼，反正英姐会去一天，她好像有一天的舞台，好像是说的是。欢迎加菲不是猫，随便来了，不想的话就休息休息，这么好吗？哇塞，如此之好，如此之好。欢迎凯皇，如此之好的话，那么我就不跳了。噔噔噔噔，或者我看一看跳什么小抖音，今天还是可以跳的，今天的妆造还是蛮好看的。偷偷溜进英姐的大概率没空，对，英姐特别忙，贼随意的，挺好啊，那个太好了。她舞台对决，因为对英姐特别忙那天，她只去一天也特别忙。我听她说，因为她那天还有比赛，就是她可能在那个 UP 主舞台的完了之后就立马要换衣服去比赛，反正就特别忙。好像是比赛完了立马有个 UP 主舞台啥的，反正就是她那天可能不一定会有休息的时间，反正很忙她那天，而且她好像只有一天。欢迎风魔。8号就来了，对，他很早就去了，他去录视频去了，那一天没什么时间，对，他估计 BW 那天估计是没有什么时间的。当当当当，给你跳一个素，或者跳个这个，但是这个好短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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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跳一个可爱的吧，跳个一点点。欢迎渊墨。我为什么我现在点开一点点都是奶茶一点点，我笑死。奶茶一点点，我都好久没喝过奶茶一点点了。嘿嘿搬砖可以早进去，有机会也来 BW， 我都没机会，没人请我好吗？我也想去，我都没去过 BW， 因为我觉得 BW 要是没有砖的话，我是不太愿意去的，除非有砖，因为 BW 人又多，你还得买票，就是你去一趟成本太高了，还不如不去，多认识些 UP 主还好吧。我感觉我现在 B 站也没怎么更新，感觉也不像是 B 站的人，他们可能也不认识我，所以说如果除非是真的有人邀请，不然我都不会去，就不会主动去的，人又多。谢谢自流，谢谢自流，再次感谢我们自流。噔噔噔噔噔，要经常闪现才行。什么？这个发型要经常闪现？哪个发型？今天这发型吗？这是我新研究出来的侧马尾。太客气了，还是要很感谢哦。比心，他们去的话，帮你搭句话就有机会了。不会啊，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今天卷得很好，谁的没错？就今天卷这个头发号都错过了。我本来想挂周天的号，就卷完一个头发发现没号了，这个头发把号都错过了。欢迎5377。怎么可能？他们帮我搭句话就有机会了？不可能，那甲方又不是傻子，那甲方肯定会找一个影响力更高的人，或者是专业的 coser 去。像我这种的话去的话，可能也只能去，就是像英姐那种去跳舞。但是像英姐他们那种去跳舞，都是 B 站官方请的，就是UP 主 ，B 站官方请的 UP 主，就是 B 站上就是小破站很火的 UP 主，除非就是那种展台的话，别人就会请那些专业的 coser， 我又不是专业的 coser， 肯定不会请我的。我今天才知道，都是对呀，好多展台对呀，推荐去的，但是也是你得是专业的 coser 嘛，我又不是专业的 coser。游戏展台、汽车展台都可以，那我以个什么样的形象去呢？我在想，我形象可以，但是别人是 cos 去，我又不 cos 的话，我怎么去啊？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的话，别人肯定会找一个影响力大一点的，而不是说找我这种小卡拉米。欢迎姚永宁，2天871张照片，牛的白总。商务生意，对呀，人家是要靠赚钱，我又帮不到我的影响力还没有那么大。欢迎经常见，不要小瞧自己，算是个小卡拉米了，小博主，算是个小博主一枚。我今天是找了几个 UP 主来聊，其实他们很多 UP 主啊，或者是很多 coser， 其实都是自己自费过去的，就是去玩的，自己自费过去玩。但是我不愿意，因为我觉得还好，没什么好玩的。我觉得人又多。但是如果比如说你是个 coser 的话，其实很适合去，因为那儿的流量很大，就是如果你是个 coser 的话，你去那儿的话曝光度很高，你去那儿拍点视频什么的，说不定就能爆火。所以说对于 coser 来说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去那儿。应该想办法慢慢脱离卡拉米，但是想办法增加曝光量。虽然你这句话是有道理，但是很难。为什么？因为现在就是像我们这种又没有公司又没有运营的，全靠自己的，其实要不就是长得特别美的，其实你要靠自己增加曝光还是蛮难的。帮我的流量真的不错，对呀，对，是的 ，BW 流量真的很好。小破站希望你们自费去，反正如果小破站就是 BW 的话，反正我是还好。其实我也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去，就是去比赛。就如果像子英那样去参加比赛，就是你拿到比赛的金奖，然后你就可以去 BW 参加总决赛，然后你就可以免费的去了，就是以比赛者就是以嘉宾就比赛的方式，就不用给门票，而且还不用给，好像也还不用给鸡酒啥的，就是你可以用参加比赛的方式，但前提是你要拿到冠军，哈哈，对，你要拿到冠军。就比如说你要去，他们这种比赛都是一个赛区一个赛区的，就比如说西北赛区，或者是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一个赛区一个赛区，你拿到一个赛区的冠军，你就可以去参加总决赛，你就当一个参赛者去。还有一个方式是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我。他们这次就是拿了冠军啊，他们这次那个团体就是冠军，挺厉害的，有机会就去呗，我们一起给你搞流量，呵呵，感谢你们啊，感谢你们帮我一起搞流量。欢迎小豪，去年也是冠军，他去年没有参加吧？去年好像是 CJ， 不是这个，好像两个不一样。你们这好复杂，突然觉得我工作挺简单的。
对呀，就是很复杂，就是而且看后面吧，如果非要想去的话，实在不行可能会真的以那个参加比赛的方式，参赛者的方式，看能不能拿冠军。跟着一个好的队伍就有希望拿冠军，然后去，不然的话就只能自费去了。其实也有很多 UP 主是自费去的，其实有很多博主啊，二次元博主啊 coser 啊，还有那些都是自费去的。其实一直知道 CG 去的话也这样子流量搞段子，我适合拍段子嘛，我都不适合拍段子。我觉得你去漫展你得出cos， 就是一般是 cos 做内容比较容易火，就是你出 cos 做内容，出 cos 搞段子比较容易火，我感觉哈。我们都不是同一个赛道的，突然觉得，谁能告诉我 BW 啥 ？BW 是 BDB World， 就是小破站在上海举办的一个官方活动，你可以把它类似于一个漫展，就是一个很大型的漫展，就是类似于像国内比较数一数二的大漫展，就是知名度也是数一数二的大漫展。就是你去那个地方，如果你是个二次元的话，你去那个地方，你可以遇到你关注了很多年的 UP 主，或者是你喜欢了很久的 coser， 这样就会去那儿可以看到很多高质量 coser 和很多博主啥的，因为他们会请很多人，就类似于像这种，他的门票也跟演唱会的门票一样哦，呵呵。我给你发了好多腿，欢迎烟雨人间，太好看了。对啊，你看还有这些游客去拍，就是很多摄影师就会去练手去拍 coser， 然后很多摄影师去拍照啥的，因为有很多美女，知道吧？拍照的要素是什么？拍照的要素就是人像三要素，好看，人长得好看，怎么样拍都美。然后像去这种地方就是最好的选择，就你去那儿的话，每一个都非常的好看，你随便怎么拍都好看，随便怎么拍都很美，就属于是这样。头一次知道，之前就光去过 CG， 对，其实 CG 和 BW 的差不多，就是都是这种大漫展，其实是差不多的。反正都是差不多，反正他们都是在那个上海的那个什么展，上海的什么展中心，什么那个地方办的。你帮我看哪个是君君老师，我也不认识。我上次跟将军也就第一次见，因为将军是英姐他们的朋友，我上一次录舞的时候也是第一次见他。而且如果他出 cos 的话，我更不知道谁是了，因为我觉得出 cos 大家都会变化很大。去过 B 站他就看不到小漫展了。是也不一定吧，你再没想，你小漫展便宜啊，小漫展你都不用花钱有时候，但你去这个得花钱啊，除非你在外场，你不去国际会展中心吧，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在那个什么会展中心看一些游戏资讯。BW 也有游戏资讯，不过我都不怎么玩游戏，所以说我感觉对我的还好，对我的吸引力。自由你玩什么游戏啊？哎，之前是不是问过你？关系户才能火，反正我觉得吧，就是火不火真的得看运气。火不火看长相也看运气。欢迎残月星辰。默默的站台，玩撸啊撸有奖品，输赢都有，哎，那还挺好的，我也不会玩，比较多，就知道最近有哪些好玩的游戏，新游戏是不是？欢迎不笑猫。不怎么玩游戏，我玩游戏我会生气，洛克王国展台直接围着走不动，
洛克王国很火呀，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它比较火吧。关系户，欢迎齐良老师和领导的子女们。唉，领导的子女也喜欢，也是个二次元，也喜欢搞二次元啊。王者荣耀和三角洲啥的都是这样，很火呀。你没发现其实都是热门 IP 吗？现在三角洲也很火，王者荣耀也很火。欢迎愿望。就是很火的，它就人就比较多。欢迎罐头，晚上好呀，罐头。人那个什么火的 IP 就很多，逛了3展就不行了，很累的，我觉得。欢迎尼克，如果又热的话就更累了，人又多。我今天看到一个什么，我今天看到他们发了一个朋友圈，给我笑死了。他们发了一个朋友圈，就是去 BW 的嘛，就发了一个朋友圈说什么，就是 BW 人太多了，一会儿一个孜然味儿，就是那个他说 BW 人真多呀，孜然味儿就是那个什么烤串味儿还是孜然味儿，反正就烤串味儿，一阵一阵的，给我笑死了。欢迎14岁少女，晚上好呀，罐头。还没进展馆，因为我朋友圈认识的都是他们，就是一些博主啊 coser， 他们都在内场，应该内场人也很多。中午吃的自热火锅，睡了晚，好多晚安自由，谢谢你的会员和点亮的比心，晚安，谢谢你哦，自由，晚安。以前干。文化产业是什么？前面几个香风小姐姐拉着风扇，香风小姐姐，那也挺好的哈，那也挺好的。香风小姐，那也是让你美上了，对不对？也是让你美上了。转着了，对，让你转着了。好像，反正你明天是不是就得回去了呀？你明天是回去吗？还是要再玩2天呀？欢迎大道科技，欢迎无言。跟着香风跟了多少公里？12号看到紫英才会哦。我还想说你去几天来呢？今天是几号啊？今天是10号。那最后1天喽。那你要在这儿待3天哦。香风围着我，为什么不走？也是美上了，是不是？也是让你美上了，也是舒服，也是美着你了。12号记住了，我第一次见酱油的时候咋了？离好远，我笑死了，怎么可能离好远？欢迎慧卷，还香味扑鼻，你是闻到什么了？你自己不觉得？对啊，我自己不觉得。这么久的事情了，谁还记得住？我都记不住了。我在想，要不要今天晚上再录一个视频？最近有点太规律吃饭了，我有一种长胖了的错觉了，怎么回事？老觉得自己怎么有点长胖了呢？有空就录了，因为我怕下周五就是我得录点存稿，因为我怕下周
不能录视频，所以说我要这2天多录点存稿才行，不然的话后面就没得发了。欢迎今天几点吃饭？录了就存着，因为因为后面如果脸肿了的话就没办法录视频了。欢迎哼哼唧唧。择日不如撞日，但是最近没有什么热点可以跟的，我感觉还不知道录什么，一会儿下了播之后看一下吧，一会儿下了播之后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录的。早点下，可能还是这个点下，我估计还是12点半下。我看一看，明天周六，周天。前面觉得蛮好的，因为我觉得很毛躁，所以说要扒拉它。欢迎你若成风。你的脸，熟悉的感觉。欢迎秦亮老师。欢迎干嘛去？最近都不怎么跳舞了。我感觉我已经从一个舞蹈主播变成了一个聊天主播了。哒哒哒哒哒哒，是我温暖的依靠。对呀，变成了一个纯唠嗑主播了，因为现在也不怎么那个，也不怎么跳舞。欢迎用户123，体会到了七总的感觉了，以下几个人开播来来回回的，笑死！以下几个人开播看不过来了，是不是？如果是一下2个人，就是如果比如说只有2个人还好，用一个 iPad 或者用一个，就是如果有备用机的话，就一个手机挂一个，要么就是一个 iPad 一个手机。如果看太多的话，多个手机都挂不过来了，就是只能来来回回跑了。欢迎用户123，欢迎就入名，我就一个号。哦对哦，一个号的话确实也没办法。你居然都没有小号，一个号只能带一个直播间，但是我就说他们一个号就是，比如说他们有小号啊，比如你看2个人的话，你大号挂一个人，小号挂一个人，就一个号看一个人。但是如果说只有一个号的话，那确实只能跑了。欢迎海棠秋叶。有没有很大？今天粉色的有没有很大？谢谢罐头的猫耳朵，谢谢罐头猫耳朵。像哲哲那样，现在哲哲很专一的好吗？很大，是不是很大？现在哲哲很专一哦。哒哒哒哒哒哒，是我温暖的依靠。我都不知道明天穿什么了，最近衣服都穿了个遍了，我感觉这几个衣服还是我最近买的新衣服，明天都不知道该穿啥了。每天都在想穿什么，开播前都在想今天要穿什么。
欢迎微雨的专一，永远挖掘新的妹妹看。现在哲哲不怎么看新妹妹了吧？没听他说，他说他现在的大号已经只有2个灯牌了。我还听一个钩指启示。欢迎牙齿和爱情，要看他自己对大号的定义是什么理解了。他的大号，他的大号就只有，他说他大号就只有2个灯牌了。我会一点的，一点的，因为你太混乱，明知金色的契约，给彼此岁月，牵着手，因为要走很远。欢迎现在。他没有很多个大号，他的大号小号我都知道。欢迎恭喜发财，他的大号小号我都知道，他没有那么大号，因为大号的话，你就是你经常登的那个号，哪会有一个人哪有那么多精力，就是把每个都养成大号啊？像我的小号，我每次说小号发视频，我每次老忘，根本都不会管小号。而且如果你有很多号的话，就你每个号都要用那个手机号才能注册。欢迎3H4O。因为要走很远。好，给我2台电脑可以共台，那你得多，那也很难啊。你总不能为了每次看个直播搞这个吧？本来看直播不应该就是那种休闲娱乐嘛，搞得跟个黑客一样，又不是要盗取什么东西，那肯定是我想看谁就看谁了。可以，欢迎花落，我都睡了一觉了，真好呀，关头。如果你睡了一觉的话，你一会儿你还能再睡着吗？如果关头你一会儿你睡了一觉，一会儿还会那个吗？还会睡得着吗？我每次就是如果晚上睡觉之前睡了，晚上正儿八经睡觉，我就会有点失眠，就会熬很久才睡得着，明天要早起。好像睡觉了，来说晚安的。好，杜花落，欢迎阿瑞。我再看会儿再睡。发牌了，欢迎陈峰。欢迎二哥。我在想要不要去找他们玩儿。
为什么现在我的搭子都不找我玩了？麻药劲儿过了。为什么二哥会那个呀？二哥为什么会手受伤啊？你的手为什么会受伤啊？他的第一个爱心应该指的是喜欢吧？是不是？应该指的是喜欢吧？欢迎一切随风。干活时失误了哦，那以后小心一点，二哥，小心一点。心动也可，哎，也对了，我还以为是喜欢，喜欢和心动也是一个意思哈。欢迎洛明。谢谢星辰的点亮和灯牌，看着酱姐失误的呢，真的假的？想着我失误的，真假的？欢迎北漠，今天我们早点下吧，唠嗑唠的感觉没什么好唠的了。欢迎希洛，已经话题唠完结了，没什么感觉，没什么要唠的了。我都在想那些个一天6个小时的聊天主播怎么熬过来的？三哥都结膜炎了，防几针。月底的事肯定是想着降价，哈哈哈！月底的事。欢迎本间葵葵子3针。天哪，小心一点，工作小心一点，你这算工伤了。工伤老板会不会给你补偿啊？如果是工伤的话。听个这个。好好休息。月底的是负伤的，日思夜想月底，你和三哥都负伤啦。欢迎陈皮，那你们两个都要好好休息，上班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手指缝过12针，天哪！谢谢三哥的点赞。哦，结膜炎哦。急！你要找我打手胜啊？对啊，过个任务。我看我今天一天没打 PK 了。行吧，那让你过吧。欢迎66。万一你们家哥哥心疼你，万一应该。我这人都没有，人少的可怜。你看你都黄金1星了，我才青铜1星。那我先闭麦。再一首番最后20秒，我开了个2分钟的，很快了，因为5分钟快来不及了。我他都有什么标志了？欢迎。我点亮了这个现实展馆。他这个现实展馆，它不算真的那个，它不算那个保级，你知道不，小歪？谢谢小歪的3个与你听海，谢谢小歪，
啊！感谢小黄的，谢谢小王，小王你咋对我这么好呀？谢谢小王。他的黄金这是什么玄学吗？为什么突然赶在0点之前帮我来过手胜呀？不能如此之大。小白，你怎么知道我最近没人帮我打手胜呀？哇，这么忙！我都没有闭上麦。算了，不闭吧，闭一下吧，还要1分钟，闭一下。夏天你是个家的城堡，请你靠边坐坐好不好？你说的话莫名其妙。想你身旁空气。我们能破个10吗？有没有人破个10？我们能破个10吗？我们能不能破个10？谢谢3哥的点赞，能不能破个10？在哪里？可关。谢谢罐头啊，还是罐头会心疼人。谢谢罐头的5颗小星星，刚好10，刚好10。溜了，拜拜了。你0点之后可以找我呀，江姐啊，你0点之后找我吧。这 ID 好长时间没用了，还能认出来。因为你的 ID 不是一直没变吗？你之前也是39.3啊，你之前是39.3度，所以说我都知道你的 ID。欢迎一周，好存到底是。我每天人的想你，想念你身旁空气，想念你缓缓升起。你现在哪里？我没办法回忆。其实我还是能记得住的，就是对于这些我记性还是蛮好的。欢迎醉意，但见人就未必能认出来了。对呀，因为我对你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个花臂上，我对你的印象还停留在那个花臂，因为我很久没有看见你了，我感觉有可能有1-2年没看见你，2年没看见你了。我感觉我对你的印象上一次停留在上一次停留在那个什么州，整整2年，就是我们当时在 KTV 举办那个活动的那次，常州，对，常州，差点说成滨州了。对，我对你的印象上一次停留还在常州，好像就是常州，是不是？最后一次见就是在常州，常州之后好像就没有见过了，因为常州之后好像就没有什么活动了，好像就没有出过省的活动了，基本上都在四川境内了。滨州，你把2哥认成了我。谢谢罐头的灯牌，欢迎深念，谢谢恋哥的闪耀，谢谢恋哥的灯牌，谢谢深念的灯牌，谢谢鱼子酱的灯牌，大家可以续灯牌了。其实我感觉线下还是蛮好认的，我感觉就可能之前不太熟，但熟了之后，其实我就是 ID 容易念错，你跟那个2哥的 ID 容易念错。谢谢罐头的猫耳朵，谢谢罐头。但是如果看人的话，还是蛮好认的。谢谢罐头，谢谢罐头的猫耳朵，谢谢罐头。
欢迎人物。欢迎秦江老师，谢谢秦江老师的灯牌。哇塞，恭喜我们关头升到30级。假装放一个礼花，砰！撒花撒花！恭喜我们关头升到30级了，现在应该差不多哦。怎么一下动一下了？因为我感觉名字 ID 容易记不住，但是如果你们线下对人的话，我还是会感觉能分得清楚的。因为二哥后来又多见了一次。对呀，关头都30级了，撒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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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二哥后面又去年的时候二哥又见过一次，所以说现在应该不会把你和二哥搞混了。就是 ID 确实很容易搞混，每次要念错 ID。对，去年二哥来了，看了我们。欢迎鱼子酱。我要站远一点，显得我脸小一点，不然我隔老近，我感觉我显得我头很大。我们还要续灯牌的吗？还要续灯牌的不？还有没有还要续灯牌的？罐头，你想当管理吗？我准备再添加一个管理。这样的话，我们直播间就有2个管理了。我只看一个妹妹怎么动，一个灯牌能动。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心自由不当，好吧。我都想好怎么跟自己互动了，提前也想好了，是不是？喜欢默默看，好吧，好吧。欢迎恋哥。噔噔噔噔噔。希望他不会打你，你别什么过分的，肯定不会打你。你要说什么过分的，你要做什么过分的事情，肯定就会打你了。但是说不准了，就是很俏皮的那种。一般情况下是不会的。我们再听2首歌吧，我们再听2首歌，等一下有没有要续灯牌的，我们就准备下播了。今天早一点下。听个 Falling You。怎么来了？你来了怎么也不说话？升殿之前说话，现在也不怎么说话了。升殿之前还喜欢说话，现在升殿也不怎么说话了。什么等级和灯牌不一样？等级和灯牌其实也挂钩的，因为你的等级越高，你的灯牌也就会越高。同时看着2个直播间，有点顾不过来。深念在看哪2个直播间？难怪你都不怎么说话，因为我觉得以前深念还会偶尔说2句，现在深念都不怎么说了。原来是挂着2个，原来是有点顾不过来呢。我还以为大家都不想说话呢。他说的是灯牌等级，哎，是灯牌等级吗？是你的灯牌哦，对，他说的是灯牌。灯牌的话就
就是那个前面的那个红色的黄色的小星星的那个，可以听，好吧？大家都不是很喜欢跟我聊天哦。我们再听2首歌吧，听了我们就下播了。大家也不想跟我聊天，我都没有什么，我感觉我也没有突然想不起来要聊什么了。欢迎哲哲，谢谢哲哲灯牌，晚上好，哲哲。哒哒哒哒哒哒哒。啥时候播的？我今天播的很晚，我今天11点才播，我差不多10点50多才开始的，10点50多开始了，播了1个小时，感觉播不下去了。啥？要和我组 CP？ 咋的？又和你组 CP 了？欢迎西年，可以。像你看看，怎么要组 CP 了？一会儿把秦教老师吓着了。秦教老师说：“天啊，都是什么人？像这边的怎么一来就要组 CP 的？”等等等，欢迎烟雨。我这个号不看你，什么？我这个号不看你，我基本都不上啊！你都不用这个号了吗？哲哲。谢谢烟雨的灯牌，谢谢烟雨的灯牌。这个号也可以也续一个灯牌，谢谢你哦。哎，这个号是你那个什么？这个号是盛念的号是不是？谢谢好，谢谢你哦，盛念的小号，谢谢你哦，烟雨。他下了，除了续个火花。嘟嘟嘟嘟，前面说什么来着？对的，那现在哲哲用哪个号？没关系，只要有一个号是专门为了看我，我也感到很开心。噔噔噔噔噔噔，欢迎初音未来。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新发型每一个都好看，俏皮的新发型。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扎的有点显脸大，我应该再放多一点耳发。是我长胖了吗？乐优那个好吧，哒哒哒咚，感觉是我长胖了啊，怎么感觉胖胖的脸有点圆呢？是你呀？咋的了？秦江老师还认识哲哲的那个号吗？根本就不大。没关系的，我觉得就像我之前说过，网络上的缘分始终只是一阵一阵的。我感觉哈，因为我玩这个互联网也玩了很多年了，算是很多年吧。虽然说也没有玩出什么很好的成果，但是至少也玩了很多年了，经历过太多的经历过太多的走走停停了，就经历过太多的人来来往往了。这个衣服的版型，它其实这个衣服是斜肩的。但是一动一下它就容易变成圆肩的了，但其实它是斜肩的。欢迎乐优，原来是这个号啊！人生就是这样，对呀，就是说，所以说我感觉怎么说呢？就比如说像哲哲，他已经看我他是这一批粉丝当中最老的人了。他是以前我在那个小破站直播的时候他就在看我了，就以前在天欢的时候，在小破站直播的时候还在看我了。他已经是一个陪伴我最久的人了。老肩巨滑版型，它其实就是个斜肩，因为我今天头发往这边偏，但是我习惯这边斜，因为今天头发往这边偏，我又往这边拉，但是这边拉就很容易就给它弄起来了。谢谢天宇的灯牌，小破站播了多久？但是哲哲不是第一次看我小破站，他不是第一批那批人，第一批那批人已经没有了，已经他们现在都不看我了。第一批我之前我是大3的时候就在小破站播，大3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大概是22年的时候。我22年开始接触直播的，22年的时候在小破站，然后23年毕业嘛，
我24年的时候，23年、24年的时候都在小破站，然后哲哲是24年的时候通过天津欢乐谷，当时去天欢，然后天欢的时候眼妆才是本领。别看，谢谢不笨的夸夸。然后就是，当时天欢的时候，他们都在抖音播，就我一个人在小破站播。然后当时哲哲就在小破站看我，他已经是陪伴我最久的人了。就是所有粉丝当中，因为我有很多粉丝，他们其实现在都不怎么看我了。就是以前天欢认识的那一批粉丝，现在都不看我了，就最多看一个人，最多看2年就会腻了，就是可能就会腻了吧。所以说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虽然说他现在有另一个号吧，他现在有另一个号，但是他至少哲哲的这个青雨的这个号，还有我，就是还有我的灯牌还继续看我，我就觉得很好了。是有对象了，那有些没有对象的呢？这个不是理由。虽然说有些是有对象了，也有些结婚了，确实，有粉丝都结婚了，结婚了之后就没法看我了，有这样的。我就觉得能够乐优那个好一堆妹妹了，所以我就觉得能够陪伴很久已经算不错了，至少他现在还会偶尔来看看我，然后嘘灯牌什么的，我觉得很好了。我看了2年没腻的，预料的准不准？很对，很准。但是其实我觉得无所谓，你小子，我觉得无所谓。谢谢 David 的灯牌。结婚可以看吧？结婚当然可以看哦，只要你老婆不打你，当然可以看哦。好多，现在有机会也会去看我的好多，那期待和你见面哦。谢谢初音未来的灯牌。看一个妹妹多亏呀，笑死。没关系，你们喜欢很多人我也能接受，但是你们不要喜欢别人就不喜欢我了。等级都不高，头越发越好看了，真假的？我也是从天欢认识的，很多人都是从天欢认识的，希望以后能找个允许我看直播的对象吧。那很难了，应该没有哪个女生愿意接受自己的对象喜欢看女主播吧，而且还给女主播上票。反正对我来说，我不接受，应该很少，除非那个女生，你对象，除非你对象也看直播，格局打开。因为女孩子都喜欢吃醋，她觉得你喜欢别人，就是她会吃醋的。这个愿望真的是12年了，女的不行，男的可以不？除非他也看，对，除非他也看直播，他就说那行，咱俩各看各的，可以互不干扰，知道吧？但是也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另外的女孩子，比如她是那种，就有些女生也爱看直播，就有一些可能是你跟你对象都喜欢同一款类型的主播，那可以。就如果是正常对象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能支持你看直播的。一起看啊，还拉我手机上票，对呀，我就说也排除这种情况嘛，排除你们俩一起看的，但大部分女生还是不行吧，我感觉哈，大部分女生还是不太能接受。那想来开车疯狂上给卷子，那所以说我就说不排斥这种嘛，不排斥就是女孩子也喜欢看，女孩子刚好也喜欢这个妹妹，也想支持一下这个妹妹的，也不排斥有这种啊。所以说我就觉得子良老师你的女朋友可真好啊，可真好啊。可是看直播是追星的心态呀，不一定吧。
看直播也不一定是追星的心态啊。是因为认识他的时候到现在还是最初的样子，什么意思啊？其他人变了吗？我想说什么意思啊？是什么意思啊？一直到现在都没变过，这是什么意思？是感觉没变是不是？那应该算这个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大家都变了吗？这是我感觉还好吧。欢迎金牛座，疯了吧？弄的卷子现在还叫我妹夫，好的呀，好吧。其他人都变了吗？我觉得还好哦。哎呀，我算了，我们不接 PK 了。没和，今天他过生日聊了下，然后给他点了个蛋糕，那还挺好的，那还是蛮好的。吃回头草的迹象，很正常啊，吃回头草，那分分合合的，情侣之间分分合合多正常啊！哎，结了婚还离离合合的呢。欢迎浅上，忘掉过去。这个号我打算以后隐藏着，不然身边人知道，不让身边人知道是不是？悄悄咪咪看是不是？就像现在自流也是呀，自流他现在也结婚了，但他也会偷偷看我。其实我都觉得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能够看很久，就看一个人看很久，已经挺好的了。只要你们就算以后，就比如说你们现在很喜欢我，然后以后之后就比如说过了1-2年之后，就觉得喜欢上了更其他的人，就觉得我没有那么喜欢了，就觉得你不是特别喜欢我了。但是只要你们就是偶尔还来看一下都挺好的，就是不要就直接就走了都挺好。欢迎3009。不回了，分了太多次了。不回了，以前都是他提的，这是你提的，那可能真的不合了。自由领证了吗？对呀，自由领证了。他也会看我，他现在也会偶尔看我。他现在看我不会看很久，因为他有时候他只能在那个对，但是他有时候也会像今天他也会跟我聊一会儿，因为你这样说的好心酸，卑微酱没办法，卑微酱的，因为他有时候都是在厕所偷偷看我，有时候如果睡觉的话，他就是只能去灯牌就走了，不然会被他老婆发现。欢迎安宇。所以说我说哲哲已经算是很好的了，至少他还偶尔来陪我聊一会儿。谢谢安宇的点亮，我有看到直播也是拼了。对呀，自由就是他有空的时候就会看我久一点，然后平时因为他睡觉睡得很早，然后他就会续个灯牌就走了。欢迎圣姐姐。相对有心机，假装不分离。本身在直播间就不怎么爱说话。欢迎与你，一会儿换小号看了，这个号要挂时长了，
什么这个号挂时长？是挂别人的时长了吗？又要开始，啥意思啊？我们今天接下来是到10点半吧，还是到10点半吧？我本来想说早点下的，还是到10点半吧，因为我想了下，下周应该播的很少，因为下周拔牙的话，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有可能会连续好几天不播。12点半，还是12点半下，所以说想还是多播一会儿吧。欢迎临时传送带。不同步，脑和嘴和，对，我经常这样，嘴和脑瓜子不同步。木头歪歪，欢迎木头歪歪，跟我一点有什么关系？早点休息啊，大家还是。欢迎哲哲，谢谢哲哲点赞。现在脑子都糊涂了，有点，脑子都有点糊涂了。几点下？我准备12点半，12点半下，12点半下。欢迎黑色3连星。坐会儿，站会儿，坐会儿，站会儿。这个应该2个号吧，我猜。两个手机，一个手机一个号是吧？欢迎根宝快跑！
2个手机同一个号，他会不会挤下去啊？青岛老师，欢迎小裴，我们最后5分钟了哟，大家还没有要续灯牌的，还有没有要续灯牌的？最后5分钟了哟，还有没有要续灯牌的？欢迎四海为家，瑟瑟发抖，不会哦，只要不进同一个间就只要不进同一个直播间就行哦，原来如此。好困了，我都有点儿。今天会有哪个好心哥哥想要接我下播吗？欢迎菠萝凤梨。4分钟倒计时，今晚还播吗？今晚应该还播，因为我下周可能不播的时间比较多，我下周去拔牙，然后可能会连续3天不播，3、4天，到时候看我的状态，如果后面状态好的话，我就会提前开播，如果状态不好的话，我可能会反正下周可能会播的少，所以说我准备这周多播一会儿。我本来都想的是今天晚上不播，但是我想下周万一又3、4天不播的话，所以我想是明天还是播的，所以说今天晚上也会播，就周6、周天都会播，周6、周天都会播的。4分钟倒计时，是的，进入粉丝团382天，好快呀！欢迎永江，可以播个续灯牌的时间，续完就下。虽然也是，哎呀，但是你想一下，妆都化了，就只播一个续灯牌的，那都没必要这么折腾我还化个妆，是不是？就是想的是能够播就多播一会儿呗。你不然的话，每天化妆弄头发，还得浪费我差不多2个小时，化个妆得1个小时，有时候头发比较麻烦的话，又得1个小时，就是得卷头发啊这那的。欢迎流星，所以说就弄了，肯定就会多播一会儿。如果是只续个灯牌的话，你都不用化妆了，感觉都。大家有没有什么想看的舞蹈呀？熄灯牌开个语音就行，就是说喽，坐远一点点我。像小龙女他们甚至有时候开到凌晨1、2点，所以说他们能赚钱，是不是因为我开太短了，时间开的，所以说他们能够，我还是青铜1的时候，别人就已经黄金1了，就是因为我开的时间太短了，我应该更努力一些，应该更久一点才对。有时候我都洗漱完躺在床上了，打开抖音发现小龙女还在播的，那可以不用露脸，算了吧，还是努力嘛，万一那天就有一个心软的哥哥想帮我点亮展馆的呢，是不是？欢迎萌剑士，以后就隔这么远说话吧。欢迎8.8，隔远一点点，隔远一点，显得我脸小一下。我又没有开过语音直播，我只开过会员直播，没有开过语音直播。欢迎辽一里，可能吧，或许，对呀，或许嘛。欢迎小七，谢谢小七的灯牌，谢谢小七的灯牌，谢谢布吕吕的点亮。2点小看你搭子，3点多找资料，对呀，就是说喽。谢谢二哥的灯牌，谢谢布吕的灯牌，小七卡点来，没关系，我可能反正还这首歌还没听完呢，还不睡，到点了，再过会儿吧。欢迎一片落叶，就是说了，
之前龙姐就跟我说了，她说要时长播久一点，然后播勤一点。所以说他别人，所以说我亲同一，我活该。他同样的时间，今天是什么？7月10号、11号，今天同样的7月11号，别人到了别人到黄金一，我还在青铜一，所以我也要多播一会儿。欢迎设计师。刚洗完澡，不是任何人的，但是主播这个职业就是这样的呀，各播就是这样的，各播就是熬时长。我以前有工会的时候都是6个小时，我6个小时都能坚持过来，现在对我来说 so easy 好吗？我以前在隔壁的时候有工会的时候，我最长一天播过10个小时。播了一个通宵，就从下午4点开始，从下午3、4点开始播了一个通宵，播到第二天凌晨4点开始还是几点开始，反正播了10多个小时，播到第二天5点多。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其实哟。以前和现在完全不是同一个，完全不能同比。虽然，但是还是要努力一点了，还是要努力一点点的，还是要努力一点嘛。哈，龙姐怎么回事？龙姐给我点赞了，你看打手胜不？我可能没票，我可以扛。我可能没票，我手误。我可能没票，但是我可以，你问一下他们，有谁愿意帮我打手胜吗？有没有哪个哥哥想帮我打手胜的？商量一下众筹呗。你有多少票啊？我去了，又是什么大票吗？龙姐。有没有谁想帮我？我没分啊，你没分？我扛一下，打个有效哦。有没有谁想帮我打一下手胜的？我们现在还青铜一，可以段位往上垒一垒。七种才在，七种才又不吱声，万一开了他又不给我，他又不帮我。没有，龙姐，没人愿意帮我。小七来，不要老是圈小七，因为小七有爱播的好吗？这样搞的他以后都不敢来了。小七说以后我都不敢去酱直播间了。没有龙姐，你去找他们吧。都是今天，他爱播是我的，现在他的爱播是子英啊。龙姐的没票，无法预测她的尺寸。他是想打个有效，你知道吧？还是想打个有效，就是让我们这边打手胜，就是让我们这边打一个手胜。但是他接了的话，他可以打个有效分，就是这样的。因为好像过了10票，所以说我为什么刚刚跟那个龙姐打的时候，我也在说，我说能不能过10，就是过有个10票还是多少票的，反正就是你打了，你有个几票就能打个有效分，好像可以加几分，就是会打个有效分。他应该就是想让我过手胜，然后他过一个有效分而已。但是我们没办法打手胜。
没准以后就不看团播，那以后万一我去团播了呢？那你会看我吗？那你会，如果我去团播，那你会为了看我来看团播吗？别啊，戚总，西方不能有票的人不在直播间，我现在就没有票的人好吗？我现在我都没有一个有票的人，就是能够帮我的人。有感觉，哦哦。欢迎暴躁熊猫。感觉。所以说我才说要多播一会儿，就是要多直播，直播就是这样的。虽然说 Evan 说的也是，现在不比从前，但是如果你播的时长更短的话，你更遇不到人了，是不是？你播的时间越多，你才被看见的可能更大。如果你播的时间更短的话，被看见的可能就更小了。直播间要是有人能找到富婆就好，是吗？找到富婆，然后让富婆帮我，是不是？然后让富婆给你钱，然后你再给我刷，对不对？好，那为什么我不能勾引到一个富婆呢？要是我自己能勾引到一个富婆的话，那个富婆姐姐是不是她就会帮我了？欢迎兰溪。我们真的 ，Hello， 你好，威尔。我们真的在听最后2首了，没有中间，对啊，还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直接找一个富婆。其实我之前也认识一个富婆姐姐，但是她只看隔壁，她不看抖音，嘻嘻。什么问题啊，威尔？想起了我朋友。去当模子，露了1个月顶不住，为什么？当模子真的有人当模子吗？当模子长得帅的、身材好的才能当吧。我们再听一个。是不是有某种信仰？我没有某种信仰啊！你是因为看见我这个十字架吗？这个就只是个装饰品哦，威尔。这就只是一个装饰品啊，威尔，只是一个衣服的款式，我没有任何信仰，这只是一个装饰，觉得好看，装饰品而已，又不是说穿个十字架就是信什么什么没有的事儿。中国人信这些很少吧，信十字架的这个很少吧。欢迎残月，勇气可嘉。明天去露露献个诗。晚上好，残月，小心点那种事情行。我没有信仰，没有，只是因为好看，买这个衣服也是因为好看。好看，而且又便宜。这个衣服直播间买的才30多块钱。谢谢我们彩月，谢谢彩月加入我们草莓团，谢谢彩月加入我们草莓团。这么晚还在直播呀？对呀，但是可能快要下了，加入太晚了，没关系，现在加入也来得及，现在加入也很好。谢谢残月的灯牌，谢谢残月的灯牌。温州三角洲什么长三角什么三角洲，笑死，长三角度。
残月是哪里的？好热。要是有个75级的大佬加团就好了，哪会有75级的会看上我这种啊？75级都会喜欢那种，我感觉75级会喜欢那种知性的吧，就是那种很网红的主播。我这种邻家妹妹的感觉应该不吸引75级的大哥。我这种感觉，我这种长相感觉比较吸引，我也不知道。吸引年轻人。重庆那肯定很热，重庆真的夏天好热。重庆的话，那可能确实很热了，到处都是他们的教堂。去领鸡蛋。了解过，里面东西要有判断力。反正我不知道，反正我就是穿这个，只是觉得好看。现在离开重庆了哦，重庆的夏天确实还挺热的。我成都的，但是成都最近前2天很热，但今天还蛮凉快的，因为现在成都下雨了，就还挺凉快。可能有固定的喜欢的，可能是吧。像我这种风格，感觉应该还好。你知道哦，全国最大的教堂在上海，不知道啊。反正我只是觉得这个衣服好看，而且这个衣服可以正反两面穿。然后什么时候我正面穿腻了，我还可以把背面拿过来穿，就背面这样车一车，就可以又换一个款式了。它这个衣服可以正反两面穿，指什么？他也一直讲，那就不知道了。我信自然，法道自然。这样不是12点半吗？对呀，我是12点半。是的，只是今天多播了一会儿，因为今天开的比较晚嘛。然后我不是在说应该多努力一下，然后我就想是再多播一会儿了。等什么时候实在太难了，我就播一个，我播到凌晨3点。一气化三清。小七在抠梦那边，他爱去哪儿去哪儿。小七在抠梦那边，他本身也喜欢抠梦，而且小七在抠梦那边的灯牌比我这边高，辛苦了，不辛苦。要播到中午12点半对吧？那还是找不住啊，24小时对不对？那还找不住。1块当3块用。抠梦几什么几乎天天在播。对呀，那我现在不也基本上天天在播吗？我现在也播得很勤啊，可能是因为我播的时间太短了，从明天开始多播一会儿了，我要。最近过得怎么样？最近还好吧，也就这样喽。最近就这样，左手打右手的人，反正我只知道他第一喜欢的是子英，然后他的第二不就是所有人吗？他第二喜欢的，他昨天不是才说吗？他第二喜欢的是所有人啊。那就是想去了就去了呗，咱们也不能就是说强迫别人干什么事情是吧？咱不能说强迫他只喜欢我，因为我又没有给他下蛊，还没学会这招呢。我又不能给他下蛊，让他以后就待在我直播间。所以说我又不是他爱播，他肯定也会去看别的妹妹，很正常。我一视同仁。
都快1点了。欢迎末世。想出 C 但太热了，夏天出就是很热。我上次晚上出了个三角洲，给我热惨了。晚上出，呸，夏天出 C 就是太热了，很热的。峰姐是我第一个认识的妹妹，可能会偏重一点，很正常呀，很正常，别提了，很正常。大家都有一个心中第一喜欢的人嘛。看直播肯定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一个主播喽。欢迎小可爱不乖，好多闷都没有。对呀，就是说啊，其实很多 cos 都是不透气的。早点休息，晚安晚安残月，晚安晚安，谢谢你加入我们粉丝团哦。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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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皮套更热，我感觉夏天戴皮套很容易中暑的，就是那种玩偶皮套很容易中暑，太热了。我们再过会儿吧，再过会儿我们就还是要准备下播了。明天再多播会儿。泳装2块，但是你不能穿泳装去漫展啊！你穿泳装去漫展，你会被保安赶出去的。之前不是有穿那种非常暴露的衣服去漫展的嘛，然后都被赶出去了。就是之前不是出过这样的事情嘛，所以说估计也不能太那个，不能太凉快穿的。啊，入场快很多，没去过不知道，欢迎艾克古利姆。那还挺快的，那确实还挺快的哈，这么快就入场了。欢迎榴莲柿子。普票，那确实还挺快的。欢迎怀念。那以后一定要多去，喜欢就多去。所以没团播吗？我不是团播的宝宝，我没有团播，我没有团播公司，我没有团播过。你是不是把我认错了呀，榴莲柿子？最多10分钟就要下了，等我下次哪天我播到凌晨3点。我播到我现在平板还有5%的电，我给它播完，我就下播了。等这个歌放来没了，我就下了5%的电了，估计只能听个3、4首歌吧。欢迎浪漫丸，可以挂到凌晨3点。你们挂着睡觉对不对？笑死！什么时候实在太难了，我下定决心，以后我连续播4个小时，我就不信我播不起来了。欢迎 YCC。
可以一起点点推荐的，什么推荐什么？直播间推荐吗？在座的有一个算一个。我今天不会熬你们到3点的，其实也没关系，就算哪一天我真播到3点，你们要睡觉的就可以，还是可以睡觉。喝了好多汽水，我觉得还是少喝点汽水，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就是你们要睡觉可以睡，你们可以挂着睡，听我的声音催眠，听我的声音催眠睡。但我今天应该不会播那么晚，我还有4%的电了。我这个平板播没电了，我就下播了。可以整点下播的，也可以，到时候看吧。要实在各播拉时长都播不动的话，我就去团播去了。我觉得怎么可能？我要去团播，去团播的话，现在看得出来在努力了。去团播，我跳舞，我至少跳舞还是专业的，说不定还能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中国舞呢，给大家来点国风震撼一下呢。团播很累的，那总比个播好吧？个播我花那么多时间，也挺累的，而且个播还要一直说话。等我个播也播不走的话，我就去团播。等我个播也播不动了，这个播也不行，我就去了，我就去团播。团播我又不信，开始较劲儿了，是不是？开始较劲儿了。欢迎瑞克，我跳舞又不差，长得又不丑，开始较劲儿了，累一点也没事儿。越有越认真。笑死了，越来越有韧劲了。好现象，好。录视频去吧，今天妆照不录可惜了，没事儿。还有个刚开的，谁刚开啊？这么晚刚开？你认识你关注的刚开的吗？在唱歌，你关注的刚开的吗？七总在里面，不知道谁呀？17的新人，我不认识哦。你看别人那边才开呢，和别人相比，我也不算是特别那个什么的了，我应该向他们学习。上班哪有不累的？我了个拼命3了，上班哪有不累的？就是说，不上班就不累，上班就累。反正都累了，还不如多努力一下，万一还不如努力一下拼一拼，万一就是什么单车变摩托了，是不是？欢迎小木头。背后有要补的窟窿有多大？那别人上班就是上班哪有不疯的？罐头还没有睡啊，上班哪有不疯的？欢迎木易。别人背后补的窟窿有多大？但是我也要努力啊！我上次不是就是罐头当时就罐头上次还就是之前他帮我点亮一个展馆的那一次，我不是说吗？我现在直播挣个电费，那我每天干啥？我每天花这么长时间，
多买买彩票。我从来没买过彩票，其实赶紧下播就算。我从来没买过彩票，因为我觉得这种中彩票的概率太低了，所以我从来没有买过彩票。我都没中过，我没中过，因为我也没买，我没有怎么买过，所以也没有中过。我最多就是中个那个再来一瓶。我关注的都在他的关注列表里面。哦，上班可以状态疯，但不能情绪疯。情绪要下班之后疯，是不是？情绪要下班之后疯。他下播没1个小时上不了床。要是中了你还直播吗？如果我中了一个500万的话，我就不直播了。但是谁能中？哪有那么好中？我也不想上班，谁想上班？真是，就没苦找苦吃啊！情绪要和晴晴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播，笑死了。要是我中一个大彩票，我就不播。谁会中？谁让我中一下？哪有那么容易中？欢迎从头开始。还有1%的电了，还1%的电了，我们真的要准备下播了。关了，下吧，真没了，声音也没了，快到点儿了。好，还有2分钟，我们等到1点吧，等到1点就下播了。不会播到1点吧？你怎么知道我要播到1点啊？还有2分钟，快点，快到点儿了，中了一定要娶我。那你们要记得天天给我买点彩票哟，中了我就给你们发点儿，我给你们每个人都发点儿。你们每天给我买一注彩票，每天不1注彩票中不了，每天买10注彩票给我。说不定哪天真的能中，要真不中的话，那就可能那就没这命了，没这个中彩票的命了，就是属于是了。欢迎编导停车。我有点小激动，说话你为什么有点小激动？那边不听了，什么？在说啥？我们要准备下播，有没有想要接我下播的人？有没有想要接我下播的哥哥？有没有想要接我下播的宝宝？明天早点下，不要影响后天去找英姐。那你可以直接早点睡。你猜？我不知道啊，我猜不到。我怎么知道？我猜不到。听啥？真的要下播了？对呀，真的要下播了。1点了，平板都播没电了，该下了。欢迎欢欢，有没有想要接我下播的哥哥？真的要下了，确实要下了。明天去上海哦，那你注意安全哦，小七，注意安全。晚安喽，鱼子酱，你不在家吗？什么我不在家？对啊，我在家呀，但我想来接我下播呀，有没有哪个哥哥想接我下播？晚上好呀，智商，不用接我下播，又不是接我，也算是接我下班。谢谢智商的绅士帽。说起上海，我可以有话聊了。睡觉了。明天上衡山，好读，晚安，请假老师，谢谢智商的绅士帽，谢谢智商的绅士帽，智商每一次来都会给我送一个绅士帽，给我改点儿了，飞机给我改点儿了。你要通宵吗？我不通宵，智商，通宵也没人帮我，让我早去，我偏不。反正你不管今天去还是明天去，反正你肯定能看到他的
肯定能看到的。哒哒哒哒，一边台风，对，那边有台风的，欢迎别淋雨，那边有台风，大家要注意安全，出行在外要注意安全。当当当，9点多给我改5点多，那还改挺多的，注意安全大家，我坐高铁，反正大家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先去睡觉了，好读，拜拜，晚安智商，晚安晚安晚安智商，晚安智商。为了见英姐17级台风也不怕，这就是爱的力量吗？前游的问我放哪儿，什么哪儿放哪儿安全，怕淹了，笑死。应该还好吧车，不是秦佳老师那儿也有台风吗？如果是车放哪儿安全的话，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说实话。晚安罐头，晚安晚安晚安罐头，快睡吧你们，快睡吧，晚安罐头。欢迎饭不写，晚安罐头，睡吧睡吧，我要准备下了，热的要死。我觉得如果车不被淹的话，就放在高一点的地方应该不会被淹，放在高一点的地方，虽然我也不知道哪儿高。或者是在那个汽车的轮胎下面垫一些砖啥的，如果它淹的不是特别严重的话。成都，成都快本，对呀，成都快本。等不到了，等不到想要接我下播的人了，我只有灰溜溜的自己下播了。上海之前处理的方式是指挥的停在高架上哦，不知道。如果是真的想要车不被淹的话，就只能那个放在高一点的地方。帽子接了嘛，别的那个智商他又不是在接我，他每次来他都会给我送一个帽子的，他每一次来每次来秀爱灯牌他都会给我一个帽子戴。虽然也算是接了吧。谢谢秦佳老师的深海精灵，哇塞，自流肯定是不是想说你睡了一觉发现我还在呀？自流是不是睡了一觉发现怎么我还在？是不是？我猜你现在肯定是睡了一觉了。谢谢秦佳老师的深海精灵，谢谢你接我下播，我们要准备下播了。自流来的真是好时候，还能看着我下播。真是成都快本了。外卖车吵醒了，那你外卖车真的很吵哎，那你睡眠很浅哎，这都能被吵醒。好的，我们要欧亚斯密了要，谢谢秦教老师，谢谢你接我下播，谢谢你。好了，我们要准备下播了，真要准备下了。开着音箱想不行都难啊，那确实是了。好啦，我们要准备下播了，晚安了家们，晚安自流，晚安情调，晚安 Evan， 晚安烟雨，晚安哲哲，晚安小七，晚安白发，晚安，拜拜家们，早点休息哦，晚安。